地震。Never on the mind。开了有些的花朵，渐行渐远的马车，心头像一片枷锁，我是其中的那个。总抬头望着日落，映着大观园的形形色色，究竟是福还是祸？实在不想浑浑噩噩。这对吗？所以等级森严的吹打，当我倒了一杯茶，白酒都是丫鬟，也要分出尊卑吗？这对吗？对吗？就算一向如此，就对吗？谁面但给不出我回答，请问碧寒问我配吗？我配吗？小红小红，他无端受了这般辱。小红小红，他有苦他却说不出。小红小红，我突然感觉多孤独。小红小红，他看不清未来的路。随缘过，随风乐，乐蜜浅谈都是错。贵非亲，富非邻，击鼓续老，取舍和天真。当觉悟以欺凌弱，须防运去相逢住。捡其慢，捡其慢，不论高下平等一般看。你不过是个婢女，哪来那么大的脾气？搞得好像气宇是昂，像唱着戏。
在生物学分类上。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就来讲一下白氏玫瑰的。教你如何扦插粉。晚上好呀。首先我刚才去找了一点那个百度百科的花花的图，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这个应该能看到吧？去找了一下，可以看到桃花它还是有一点这个叶子的。我记得好像当时那个科普应该是先开花再长叶子，应该是，所以它还是有一点点这种小的。然后垂枝海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花的一簇的上面，它还是有这个叶子的。我们可以后面的时候加一点上去。还就是草稿还没有画的宝宝可以就是看一下，看能不能垂枝海棠它这里的芽点，然后上边是它好像是好几簇叶子，然后下边是很多那个花。这个也是垂枝海棠，这里绣球的叶子就是这种比较大的，可以看到它是有一点点三瓣，看起来三瓣的吧？这应该是两瓣的这样长的。这是绣球的叶子，然后这里的梨花，可以看到的梨花它是一簇这个花里面边边上有一点点这个叶子，也是在它的那个花的下边有的。这样的话，我们就边上那个叶子中间也可以画一点花这个是樱花，这个是樱花。这个不是很明显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最上边是这个叶子，然后下边是花花它的这个一簇上好像就是叶子不是很多，它的叶子是在别的地方的。这个是玫瑰玫瑰的叶子是3片这样在一根上边的。这个是玫瑰的那个花苞，它的花苞也是这样几个一起长的，可以注意一下。好，那我就切回来了。这个我发在群里吧，你给我发在群里吧。OK， 看一下这边应该也是对的，那我们就开始上色啦。记得把不透明度调低，把线稿的。然后小污的东西可以组一下，然后再隐藏。好，把这些给调低一下。
然后我们在这个可以看到这个是我的花蕊图层，它是一个黄的，可以看到这个花蕊是在上面的，因为到时候我们的花可能就是做渐变之类的，它会直接把那个花蕊涂掉嘛。我们还是就是分一个图层。好，然后我们就在这个中间的这一层开始上阴影。好，这个的话，我想一下，用什么方法比较好？我们用那个第一期的一个方法吧。第一期的一个方法，其实也是笨办法，就是先画它的那个阴影的，先画阴影的那一层，然后后面我们可以拿这一层去改色。怎么改色呢？就是我们把这个画了之后，然后把这一层的颜色给它，就是选中我们的阴影，然后把它的这一层的颜色给抠出来，然后我们再把这个的，这一层给它亮度调低，饱和度调高，这样的话，就它也是一个正常图层，然后它也是有那个自动给你改色的一种效果。我们可以先涂一点哈，然后给大家讲一下这怎么弄。我随便找一点那个有就不同颜色的地方吧。大概这些。然后这个是怎么弄呢？我们选中这个阴影图层，点选择，它会自动选择我们刚才的这些。然后这里记得把填充关掉哦。然后我们在底色这里，这个双指下滑，点复制，然后它复制出来的就是我们的可以看到是我们阴影的这一块。然后我们去把它的亮度调低，饱和度调高。然后这里的话，我们可以调一下色相。然后到时候改这个白色的话，我们就选中底色，然后再去给它，就填充来改就可以了。这也是一个笨办法，好，那我们就继续吧。这个方法的话，我画小方差用的比较多，因为小方差它那个饱和度还蛮高的，然后自己去选又不是很好选，所以就先用这个方法把那个阴影，给弄出来，然后我们再去改它的那个颜色，也要好改一些。好，这里我们就把这个比较靠上的物体的投影给画出来。然后为什么用这个方法呢？我想想，可能因为小方差画的花比较多，所以感觉画这个应该比较好吧。而且就是我们直接选色的话，它是有可能涂出去的。欢迎宝宝，我们直接涂那个颜色的话，这些是有可能涂出去的。涂出去了之后的话，它会，比如说我们改色的时候啊，如果我们涂出去了，然后再去改，
它可能就是附在你的衣服上的这些，可能你当时画在这里，你的那个颜色画在这里是没有问题的，然后你改色了之后，它可能画出去的这些，它比如说比较深啊，在这里就比较明显了。所以我们就用这个方法，这样的话，它到时候调出来那个它该有的颜色还是在我们的底色的位置的。然后，因为我们调出来是正常图层，所以也可以就是手动的去更换我们的颜色。当然用那个第2期的第1节课的那个方法也是可以的。不过那个就不是正常图层了，是吧？不是正常图层，可能就改颜色要费点脑子。需要改的话得费脑子，不用改的话是最好的，就一点脑子都不用那个了，都不用想。昨天没来，今天看现考，整个人跪了。没关系，宝宝，可以看那个参考图上，参考图它就是画的不是它是那个照片，它不是全部都是花，我们也可以就是搞点那个蓝天在里边，这样就可以少画一点花了。大家不要累着自己了，适当偷懒。好，这里我们就用的是第1期那个先用第1期的不是第1期第1节的那个方法，先把阴影给它涂上。好，我们就跟着这个褶皱，可以吗？那叫偷懒，可以的，可以的。画手还是心态最重要。真的就心情不好的时候，感觉什么都画不出来。不会的，不会的，还没有晚，还没有晚。好，这里我们就边画那个在前面的东西的投影，然后一边画这个头发呀之类的，它们前后的区分。哎，说起来，这一期会有宝宝就是最后1节课偷偷的交4份作业嘛？就上一次有这样的赶底。所以其实有什么想法的话，就可以画简单一点，可以在最后这里交了。我们就熬夜给宝宝改一下。是的，超强。然后后面加了好友之后，发现那个宝宝天天都在给他的家产产出，我的天！也是非常的有画力了。哦，可以看到我的这里应该是白色，我们后面的边边也是白的嘛。可以的，可以的，都可以交。那个宝宝交的是就是只有衣服的，这个也是可以交的。但这种改的话，可能一般就改什么小物那种是吧？就怎么丰富之类的讲这些。还在画第3次作业，加油加油！画画是这样的。然后交的比较早的话，人体我可以找室友改一下。他一般星期5特别的忙，所以
就是可能交晚了可能就找不到他了。星期五就那个快要放假的时候嘛，他改人体就肯定要比我改要好太多了。诶，这个是头发吗？看一下，好像是。还是一边画一边检查。哎，说到经历，昨天不是提到铁柱老师，他不是我进去之后发现他在说他的售后，就其实我听着是很恐怖的，你们知道吗？因为他真的特别负责，他是那种稿子没有画完他都不会出去玩的那种人，就是非常负责。好，我们这里也是啊，继续了勾着这个头发，继续了勾着这个头发。钢铁一直铁柱，是的，他不是去原创圈开那个了吗？然后也是听到了一些就原创圈的画手过得怎么样之类的。好，这里我们看一下怎么改比较好看。这比较找一根给它往后压吧。好，这样。他去原创圈之后进步超级大，然后收入好像并不是就大家想的原创圈的那种超级有钱，但这种就是他要就好像是有合同还是什么吧，它是有一个时效性的，然后就只能一直画，然后他坚持了很久。我真的特别的厉害。好，这个花花的投影我们也可以画一下。然后背后的这个花的话，我们暂时不去动它，我们暂时不去动它。好，然后是脖子。好，上环的一个投影。锁骨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如果这里可以全给它连上的话，可以涂一下；如果不能连的话，我建议是不要涂，就是这里很容易画的很碎。哦，这里看着有点肤色，估计当时没有涂好，给它涂一下。免得我们等一下要改白色的时候，我选到了肤色是吧？这里我们就选不上我们的白色了。复刻，我们再往下。好，这种可以看到我们后面的翅膀也是要画这个阴影的，我们顺便就一起画了。啊，我们的线条就不用一顿一顿的。
我感觉铁柱老师应该是偏技人的，就是那种会，就会规划好东西的那种。就我这种小的时候，寒暑假作业都要最后一天写的人，完全就做不到。啊，当然画稿现在已经不会涂了，就才开始画的时候，就想不到好点子，因为当时也是在接定制嘛，想不到好点子就觉得好焦虑，然后画不出来。现在还好，现在还好，适当的偷懒对身心有益健康。好，这里的话要不要画阴影，取决于我们这个头发。你想让它在这个翅膀的特别前面，还是和这个翅膀是差不多的？好，你们可以看到，我不画了之后，感觉这个头发是飘在它的更前面的，所以它没有投影。然后我画了之后，感觉这个它是落在了这个翅膀上。可以看大家要不要去做这个东西。是的，但是没有问过他的面包体。可以看到这种尖尖，我们也还是涂一下，因为用这种方法的话，我们到时候要选底色嘛。如果这个底色不对的话，到时候我们就选不中，有一点点没有选中，就会差一点点没有改到，然后这里的颜色就会出问题。比如说，一个白色，没有选完全，然后它的上边就会变成，一边是你改好的灰蓝色，然后一边是那个没有改的米黄色，就会特别怪。所以我们，就是尽量把这个给涂一下吧。实在没有发现的话，我们也可以就是最后的时候用那个正常涂层去把它涂一下。好，然后另一边头发。哦，二木老师的课也在2月，二木老师的课也在二月，他们两个的都在2月。他们可以和学员一起跨年热，我们也可以。那跨年应该大家都有事了，然后我们就狠狠的睡觉。好，可以看到这些靠后的这些全给它涂掉。这一块是刚才涂掉了。OK，这里我们画投影吧。二木老师也很强，他是那种就很会讲的，很会讲的。这里可以来一点，可以看到我们的这种弯弯，它的上面这里可能有一点。其实我涂主要是因为这里看起来太平了。二木老师是特别特别会讲课的那种。
到春节画，春节辐射，哈哈。少画的时候到春节可能在狠狠的打游戏吧，给自己放假。好，给这个翅膀看要不要从这里搞一个厚度出来。哦，这个小雾又打开了。不对呢，不对呢，撤回一下。好，我们把后边这里的那个了吧。啊，我把那个双子撤回打开了之后，又开始误触了。好，拿一下手柄。我们来画一下身上的部位，依旧是一个投影，投影前后褶皱。哦，对哦，还有二木老师，他画画特别快，他不是有那个公开课嘛？啊，他也上了那个0.1的公开课，一节就可以画完，非常的恐怖。平板换新之后一直误触，老平板还不会。确实，确实，我也觉得我的老平板手感很好，很奇怪耶。但是我好像，就是这个板子也买了挺久了，好像是最近才开始误触的。之前就我按的时候都不是很灵，很奇怪。啊，又想到第3节课的时候误触把那个画布调回去了。我说怎么画的时候笔一直很小呢？哦，笔一直很大，然后一直给它调小，完全没有发现。然后画完了之后，就3节课都上完了，我退出来发现，哎，这个怎么是2048的画布？太高了。这个蝴蝶结也是跟着他画一下。大家小的时候上课会不会就是描那种立体字纹？就比如说画一个，比如说一个大字吧，然后给它描那个描它的那个立体字，就是在它的这种看起来会冒出它的下边的这种，给它描一下。小时候就喜欢干这种事，大概就是跟那个东西一个思路。我们画投影，做海报专门学过，哇，这么厉害，很厉害耶，那很有天赋了。这个是点了科技树的。那我们就用这个投影给它狠狠的画。其实感觉画画跟写字有点像诶，
以前靠手，现在靠电脑，可以的，可以的。靠过手，感觉也是很厉害了。感觉这种就是要弄好看还不好弄呢。啊，这里的花可以看到颜色也没有涂上去，给它涂一下。以及昨天才发现那个瓶瓶罐罐没有勾线，我们到时候上色的时候给它画一个吧。说起来，我的老平板还是那个最早的可以支持 iPad 的那一款啊，最早可以这可以连笔的那一款，真的很好用，真的很好用。这 iPad 208，就别的平板充电的时候会有点电手，然后那个笔触可能会有一点电流的感觉嘛，就会这样。有点电的感觉，但是那个老平板不会，然后也比较小，好带。美中不足的就是因为实在太老了，所以它能开的图层非常的稀少。好，我们把这些小三角都给它涂一下。我到现在还舍不得卖那个平板，我就把它放在边上找参考啊，因为这个平板拿来找参考的话，我得这一边还要分一个屏出来，然后就看不了太多的图，就把那个平板给它支在边上，可以看大屏的参考。好，然后上面的褶皱和投影画一画。以及这种玻璃屏的投影，它是有一点透光的，就是它的下边会透一个这个蓝色的下来。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照片，这个的话就看，就加了好不好看吧。主要还是看好不好看。好，然后小腰箱的投影。然后是裙子的。好，我们康康。好，看一下这里有没有要加的。
裙底我们先给它涂上吧，反正到时候在底色的时候，这个粉色也是可以直接选中的。哎，这个的话，其实我们可以把底色给参考，底色参考了怎么弄呢？直接给它涂上去。但可能会就边上连起来的也会被涂，所以也可以就是参考这个线稿，参考线稿了之后给它涂这种，可以看到我这个白色的连起来的，我就参考线稿，然后再给它涂上去。我们用这种方法涂的话，记得把这个中间有线的地方给它擦一下啊，就涂一下，因为它就不会涂到我们的线的里边。裙底的话，这个还是蛮好用的。看汇总有2个灵感，一个是时间魔女，另一个是可爱。我要小女巫，好纠结。可以找一下参考，然后你可能会找到那种感觉非常非常心动的参考，然后选那个有心动参考的。我感觉2个都好可爱耶。这个花花的投影也可以画一下。是的，是的，可以找找你的心动参考。有心动参考之后的话，画的真的会很顺手，很舒服。哎，说到这个，大家有看昨天我们那个元衰啊延衰，我们这里那个东西叫元虚，老是读错，我们的衰神回来了，太好看了。那个棉花中间就长得像扣子，我去，我从来没有想到过，真的好会想。他上一期的时候就画的很好看。一个灵感突发，然后跟着想象去找要的参考，试着，感觉这种流程就是很容易进入心流的，感觉是一个很舒服的方式。哦，这里这个不是很好看，我们想一下怎么改吧。实在感觉不好的话，我们也可以就插一点点线稿下去。首先是把这个阴影，就我把这个往后翻，给它画成这边往后翻，然后另一边给它打阴影。首先是先考虑这个是吧？如果还是不行的话，我们可以考虑插一点点线条。所以感觉最开始的时候就是，看到什么画什么，比如说看到了一个喜欢的东西，然后就去找相关的嘛。
这种接稿了之后，发现万一没有找到喜欢的参考就有点痛苦，也是总结了很多就可以解决的一个小方法，都放在文档里了。老是想画小斗篷，可以的呀，小魔女有小斗篷很可爱的，很有魔法的感觉。小斗篷会不会也能异形一下呢？但是我没有去想过。找到合适的参考可太开心了。是的，是的。就找参考的时候，有一种很治愈的感觉，因为看的都是喜欢的东西。好，然后我们往腿这边来画。哦，这个手还没画呢，手画一下。哎，这个手套上也是上了肤色，被我一眼看穿。这个东西还不是很好找呢，实在是被坑怕了，所以现在能看出来一点了。这里边我看一下要不要全涂了，让全涂了感好像比较合理，毕竟他的那个身体照过来，好像基本上这里都没有什么光了。这里看一下。哦，对，我们画的时候，画这个的时候，依旧是不用太在意我们这个阴影的颜色怎么样，因为后面它只是起到一个选区的作用。只要这个不要太，就是太不一样，让你产生那种误判的话，都是没问题的。好，这个也是看一下怎么弄比较好看。如果我全涂黑，我的后面是不是要涂很黑？思考一下，进行一个思考。好，我先全涂黑尝试一下。哦，这种后面透光的感觉好像也还好诶，就用这种吧。我们就两边透那种背光的感觉。背光的感觉就是怎么去弄呢？我们边上还是跟着这个物体的一个结构去走。比如可以看到这里是凹进去的，然后我们的光就会顺着过来一点，啊，这个凸起来的，啊，这个凸起的后边我们就是这个阴影是吧？这个也是可以暗示我们的一个这个物体的一个体积的，啊，它的一个形态吧，好像也不叫体积，就那种哪里凸哪里凹。好，斜这里我看一下怎么弄。
有一点不太会，笑死。试一下，经常看到就是有些教程教背光，然后看别人的光打出来都非常的好看。看来我还没有学到。脑子会了，可以的，是的，经常看到那种，就感觉脑子会了。刚才随便涂了一下，感觉就还好，是吧？然后要去细化的时候，哎，怎么哪儿都不对？实在不行，这里好像也可以，就是给它涂那个，给它模糊一下，哎。好像还好，好像还好，但最简单的还是就是和我们平时一样的那种方法。就平时那种给它一直推，然后它的转折的地方给它涂一点，然后我们就顺着来就好了。好，我们就先去画其他地方吧，等一下再来纠结这个。说起来，每次改作业的时候，就是我让室友帮我看一下，他都会说，他都会说，要不你要不让我不要教，就画这个膝盖的2点了。他说我就画错了不好看，然后不画的话就不会有这个错嘛。所以这个就看大家怎么想的了。啊，确实也是。然后我是感觉没有这2点，会不会这里缺一点东西呢？但就还好，擦了之后好像也还好。我去，闪退了，全挡住就不会错了，还真是。哎，我们顺着这个给它画一下褶皱。也是边画边抬头看一下电脑。平时自己画的时候还没有那么认真的，平时自己画的时候就开局一支笔，然后只管画。最后画累了，就什么都看不出来，就那种盯屏幕太久了。好，我们就这样吧。主要是把它的这个
白色的，它那个有光的地方给它涂了一点那个阴影，但我感觉这里会不会就是这一块太大了？我看一下要不要修一下。好，这样吧，这样看起来就是没有刚才那么的一大块白的。这个叶子可以画成蓝色的吗？可以呀，这个看宝宝自己的画面来就更改就好了。哎，之前哪一节课说的就是颜色搭配来着？也是有说过，比如说我们要画一个花，然后整体画绿色不是很好看，我们可以改一个颜色。是的，一般就是可以改蓝色嘛。好，我们把身上的这些看起来比较，就检查一下身上没有画到的一些小阴影。等一下我们弄完了就去处理这个后面的花花。这块它是一个白色的，给它涂一下。好，然后是它们的一个投影。这盖子的下边可以画一下下。我们虽然没有给它画凸出来，我们可以假装就是有厚度，再一点点就好。然后这个边上我看一下要不要全给涂了。哎，全涂了，好像好很多哎。好，然后带子往下的这个，好，再看一下瓶子的没有画。好，是上面的手，还有帽子没有画。哎，发现线稿小 bug，擦掉。这上了课之后，突然发现不太想给那个线稿节点。我发现了，是因为不太想线稿的时候再去检查一遍。但平时就是解释的时候，好像就已经画晕了，完全没有想到这一点。好，这个珠子我们也给它投影画一下，感觉就是画这个，画定制的话，节点太多，还蛮累的。这个珠子也可以给它
打一个这个厚度的它的右下角。但我发现，就是我解释了之后，我后面突然在想，哎，我不给线稿是不是别人会觉得我是那个搞了点小动作？我突然就发现了这一点。他确实没有，只是懒得检查了。按照米的那个节点的话，就是草稿、线稿、线稿、上色，好几个节点。好，这里的话，我们也可以就是给它稍微的往下画一点点为什么呢？我们的这个珠子，它应该是在我们的帽檐的这里嘛，然后它这个光打下来，它应该是在比较的靠，就离我们的本身的这个位置是没有那么近的，因为它这个帽子是往外凸的嘛。我们看要不要画出来毕竟它都已经那么远了，这里应该就是没有那么的明显这个阴影。好，可以看到我画在这里的话，就感觉这个珠子离它是比较远的。好，右下角我打上。这个中间帽子的中间的话，我们也是一个参考底色，然后给它打进去。然后是帽檐的这里，我们这里也可以，就像裙边那种，给它处理一下。然后是上边，这帽子的话就好像没什么花活了，我们就按照平时的那种来吧，给它想象成一个圆柱。然后它的下边我们就想象成我们的裙摆就可以了。然后我刚才这里的阴影特别乱，所以我给它全部都往下，全部都给它拉到了一条上边。哎，可以看到我的这里的线也连的不是很上啊，用阴影给它暗示一下。然后边上有一点点厚度，因为它是卷起来的，它是比较的圆柱的一个状态。
这边的抽屉的话，我们就想象它是往内镶的吧，然后这个是它的，一个外边的框框。好，我们就这样想吧。然后薰衣草冒出来的这个薰衣草的阴影打上。然后它本身的厚度，书本我们先看一下，给它把这一面全打阴影是一个什么效果啊？可以看到这里全黑了，不好看。我们给它就打这个它们重叠这里的阴影好。然后它的封皮是比我们的纸张要大一点的，所以它的下边可能有一点封皮投下来的阴影。好，然后纸张我们就把那个就不受光的这几面给它涂上。好，书的话，我们主要也是凸显它的厚度。这个纸张过来应该也有一个投影。看一下，从这边照过去好像也是合理的。好，可以看到我这里把蝴蝶结的下边把它的边上这里给凹进去了，然后它的上边就会显得更凸。可以看到，我是觉得最开始这里画的太平了，一般感觉蝴蝶结的这两半比较平的话，就是这个下边给它画两撇，也可以把上边给那个一下，它会把边上的这个给凸起来，然后也可以把你的边上半半的这个给它涂两个，然后它也会把中间的这里凸起来。这个的话，看大家需要去做就好了。好，我们再看一下身上。看起来好像是没有什么了。我们来看一下翅膀吧。翅膀的话，我一般就只给它做一个右下角的厚度。主要就是看一下怎么划拉比较好看。哇，这种大翅膀的话，
可以看到我的这里留了一点钝的，然后会让它看起来是这样弯下来的。好，然后是这一边也来试一下。感觉还是把这个擦掉，毕竟这个它的上边这还挺靠外，挺靠外的。这里给它看起来就是有一个厚度的，当然这种大家就是能悟到其他老师的教程的话，可以去看一下，我这个画的非常敷衍。这边的翅膀给它光给放出来一下，因为这个它好像还是和我们的头发不在同一个那个的，我们的头发在前面，怎么给它打上阴影呢？是吧？好，就这个吧。然后我们再检查一下下。哦，还有下边的鞋子，给它画一下。看一下，好像，还要再弄的话，可能这个纸上要不要加点东西？但还好。目前就是，这些花，这些花，然后我想的是一个可以在另一个图层去画这些花的，但好像就放一起也还好。我目前想的是尝试一下，就是用我们刚才的方法，给它把这个主要的阴影先给打了，然后把这些空隙给它打一下阴影。然后还有个办法是怎么样呢？就是画那个，把这些花靠前的给它用深色一点的细画一下，然后在背后的就是淡色。目前是想了这么两个方法，我们先试一下画阴影是一个什么颜色吧。好，这里可以选中一下。
哦，这个的话就要在花心的上边了。哎，好像还可以，好像还可以。然后是把这些，你想要把这个压下去的给它涂上阴影。刚才我们是画的比较乱的，我们这里还是把没有选到的给它稍微的选进来。然后我们可以存储一下这个区域。好，这里我们可以点存储并加载，给它存一下。等一下我们选中的时候就比较的好选了。然后这个枝条挡住的也是可以稍微的画一丢丢投影。这个我把它弄深一点，现在有点看不清楚。这种大面积的阴影的地方，我们可以用那个画裙边的那个擦出我们的亮面的那个方法，给它擦一两朵出来，找那个就有光的地方，给它擦一点点出来，擦一点边边吧。其实也可以，好像就全给它涂了，然后再擦，会不会快一些？然后我们的这种和阴影的就比较深的这些地方，我们也是给它稍微的擦出来，以及这里刚才好像忘记上阴影了，给它补一下。然后我们的裙底的话，因为我们这里画的是那个
光照过来的，所以后面应该是有透光的。我们等一下可以看一下怎么给它少画一点阴。先把边上的好处理一些的画了。然后这个的话，我们刚才不是新建图层画的吗？然后现在发现两个方法其实是一样的。等一下我们可以把这两个图层合并了。现在先就涂一下。就是说涂的时候不用太想着不要和之前的这些打好的阴影接触到，因为我们在另一个图层可能说就打上去，哎，好像变深了什么的，没有关系，等一下我们依旧是可以合并的。然后觉得比较麻烦的宝宝，这一步也是可以就是做那个空气透视的，我们就当这个粉色是它的空气透视嘛，也是可以的。我们直接去细化里边的花，给它加深色那些细化的，让它看起来有层次也是可以的。这个也是叶子。好，这里叶子这些的话，我们就用画头发的思维去画就好了，就找好它的前后关系。好，这里我们就慢慢的去处理一下。当然这个没有处理好也没有关系。如果真的觉得画出来反而不好看的话，我们就把这层透明度拉低，它还是会给你增加一个细节，但不会就是把缺点暴露出来。
好，往下。往下这里我就少打一点。哦，我看到了一个小花，它的字没有涂成绿色，不管了。这里我们还是这个涂一起没有关系，等一下我们可以把这些处理一下，就一个给它改淡一点什么的。然后有些宝宝可能，这个东西不要太去抠哈，这个东西不要太去抠，累，超级累的。可以看到我这个很多很多都已经涂上去了，管它的呢。真要抠的话，也是就是后面弄了颜色之后，感觉实在不好看，可以我们正常涂层去做一下，是吧？我们现在还在中途中，就去抠这些细节的话，还是就挺麻烦的。然后感觉就像这样做一个卷子，被一个题给难住了，然后我们要先去做后面的，不然的话时间就不够了。好，抬头看了一下这种太细碎的地方，我们给它就涂一下，让它这个看着是一簇一簇的，而不是那个像米饭一样很多很多粒掉在桌子上一样。其实我今天看了一下我那个小方茶，它突然发现里边其实后边都有一点蓝天给它交错一下的，那画的时候完全忘掉了画这个的时候，所以宝宝们也是可以后边加一点蓝色的，像挑染一样的头发呢，好像是不是会就是可以少画一点这种花。我们越到外边的话，画的阴影就越少。这玫瑰的话，我们也不要就是全给它抠了，我们选几瓣，选几瓣给它稍微的画一下就可以，让它看起来，哎，这个玫瑰它好像有一些是凹下去的，它是一个立体的就可以了。我也是缩小看一下。
好，检查一下，看看这个，会不会有什么问题？我目前看起来好像也还好，也还好。然后这个光的部分，我的边上也是稍微的控制了一下，少画了一些阴影。然后可以把这里腿这里给画下来呢。就看起来上边好像没有什么光，看一下怎么样比较好。还是这样，看起来透一点。然后我们来画上面的花，上面的花就好弄了嘛。上面的花我们就只要画那个前后的就行了。然后可以看到我们这种交叉的前后的地方，给它画一点点就好。可以看到我的这里画了2点，然后我们的这里也是可以画一丢丢，是吧？然后这种折回来的，如果感觉这里需要的话，我们可以给它稍微打一点这个阴影就好了，就让它看起来，哎，这个花好像是有一点阴影的哦，它应该是立体的。好，我们画这种花的时候，阴影一定要别太弄得太细节了啊，毕竟它还是比较的小嘛，比较的小。然后画的太细了的话，就会觉得，哎，这里好像全是那个线条呢，全是那个格子呢。然后画叶子的时候，我们可以找几张，给它全部压到后面去。这样的话，我们看起来就不会前面全是一堆叶子，然后它在后面的话，看起来，哎，叶子也挺多的，也不会就是太密。我们可以稍微的剪2张，给它翻回去。然后花苞可以给它的右下也是稍微的弄一下那个小厚度。以及为什么一定要强调不要画的太仔细呢？如果就是画了之后，辛辛苦苦的画了之后，再缩小一看，哇，密密麻麻，然后还得去把自己辛辛苦苦画好的擦掉，很痛苦的。好，我们也是缩小看一下哈，这种花心如果看起来不太好看的话，我们就不要了，就不要了。到时候我们还可以就直接在里边上深一点，给它做那个细节嘛，不是一定要我们的阴影来给它做。然后我平时画这些花的时候的话，其实中间，就是画的也比较少，我一般只会把它们每朵花的前后关系也画一下，然后把这种比较靠后的、阴影比较碎的，给它完全压到后边去。然后它的前面这种花的心，这种内心的话，我一般是给它中间画一个，我直接上那个颜色给大家看。我就上这个深一点的吧，看起来明显一点。好，大概就给它这样弄一个，或者说，边上给它这样一圈，除5个短的线，就这样子。好，检查时间，腿。
等一下我就把这个合并了给大家看我们第一期的第一次做的那个笨办法是什么，也是我小方差经常用的。其实我感觉那个方法不够笨，没有我们第2期的这个笨一点。这还得自己选色呢。OK， 也是把这个花瓣给它做了一个前后，然后我们把这2个阴影合并一下吧。好，这个放在你的花心的上边。然后我们选中，点一下，点这个选择。好，点了之后，我们去下边的这个底色，哦，当然这种方法的话，我们是要把底色全部合并的，包括你的花心。如果用前面的方法的宝宝的话，这个花心还是放在上面吧，因为下边我们就乱涂的时候不会涂到它。好，合并之后，我们在这一层3指下滑点复制。好，可以看到我们复制了什么出来吗？我们把刚才选中的阴影的位置，然后从我们的这个画上抠出来了一部分，然后我们把这一部分给它亮度调低，饱和度调高。啊，这里记得把你的那个关掉，记得把你的这个真片叠底关掉，然后我们再去看比较适合你的一个颜色。好，这里我们可以调一下色相，因为它直接调出来的色相可能不是那么的好看。这里我还是把其他给关一下。OK， 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话也是有一个有颜色的这种阴影了，然后我们去调整，把底色设为参考，然后我们把这一层双指往右滑，2个手指往右滑，它会锁定住。然后我们点选区的自动，然后我们因为刚才参考了我们的底色，所以我们在这一层里面点，它还是选中了我们参考的颜色。好，我们就这样去把需要的颜色选中。首先我们选这种一样的颜色，我们先选粉色，这个颜色粉色。好，把这些选中。这种没有阴影的其实可以不用选哈，因为我们改的是阴影层。哎，突然发现我的香薰没有画耶，香薰没有画阴影，等一下再去弄吧。好，选中了之后，我们看一下边上还有没有这种颜色。哎，检查到了，这里还有。直到我看不到你要选的这个颜色。这里因为没有那个阴影，所以我没有选。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一层用颜色填充去改。颜色填充的话，就是可以直接在色盘改，可以动态的去就看你想要的颜色。好，可以调整一个自己感觉还不错的颜色。当然，就是选中之后也可以用那个用颜色调整来调。找个喜欢的、适合你的，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选区存一下，然后我们再去选另一个颜色，选蓝色，
当然，如果你觉得你的颜色是可以的话，是不用选来改的。一般要选的话就是白色，然后比较深的一些颜色，因为我们用这个方法就和我们改那个线稿颜色一样，比较深的颜色的话，它会就做出来特别的饱和度特别高，然后很荧光。所以我们主要是要选那个颜色比较深的。其实像我刚才的蓝色、粉色都还好，都还好。好，我们看一下画面上还有没有蓝色，没有的话我们就填充。好，我们去找一个适合蓝色的阴影色。这个的话，比较方便的是什么呢？这个我们可以就是随时的调色项啊，我们可以调到比较接近你主色调的一个颜色。哎，比如说，我觉得这个蓝色太蓝了，不是很符合我们的粉，我们可以往灰了调，或者往这个朝粉这一边的调。但我刚才那个颜色其实还是蛮好看的，我觉得还好。好，我们去找这个白色吧。介绍完了，我们把最该调的调一下，一般就把这个白色选中，换一个比较符合主色调的一个颜色。当然就是用别的软件的，有那个选择画面上所有这种颜色的这种功能的，有这个功能的宝宝可以直接用那个，应该会就好弄很多。好，白色。看起来是这些，存一下吧。哦，蓝色忘记存了，没有关系。可以看到我们这里就给它，朝灰蓝，可以看到我们的就，很有那种蓝天下的感觉啊，比较的纯洁的感觉。当然这里的话，我们这样改是不太接我们的粉色了，倒是也可以把粉色往蓝色这边改了。找一个两边都适合一点的。然后我们就这样去调整一下你的颜色，看一下粉色要不要调。可以看到我整体是一个比较的偏蓝色了。然后刚才的花花的话，我们好像存了一个来着，存了一个选区啊，我们也是可以弄一下。这个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它是一个正常的图层，我们选颜色在上边，它是和我们选择的是一样的颜色。好，这里如果就是调不好的话，可以借助我们的这个调色工具。然后我们的细化就都在这一层的上边去细化。肤色也可以稍微的调一下，因为这个方法调出来的肤色是比较偏黄的。
这个的话，它比较适合什么呢？它比较适合，就是你的颜色不太适合那种，就用什么涂层模式啊那种的。哎，看一下，添加移除。好，可以看到这里就已经弄好了，然后我们细化都在新建一个图层上面去调整。好，这里的话，我们主要就是做那个闭塞，然后和我们受光面的那些细节。这个的话也不用就是慢慢的一直去选颜色，这个就是我们给它拷贝下来的时候，主要看它就哪些颜色符合你的，就可以不用调整了，就可以少选几个色，和我们2期最新科研的无脑办法还是多了一点操作。可以看到我的脸颊的边上这里，哎，没有打上阴影，我们直接吸色给它打上就好。然后看到蝴蝶结，我们就给它做一下它的小细化。今天还能赶上铁柱老师的课吗？好想去偷看，早知如此，老子应该画简单一点的。哎，不能说简单一点吧，老子应该努力的提升自己，让自己画快一点。好，这里我用的是粉色，因为上边这里完全没有什么粉色，所以我给它画的粉色给它错开一下。这种小的阴影可以给它吸色，往上边涂一下。这里颜色有点不对，管它的呢，谁会 care 我的一个小细节呢？这里也是他给我肤色选到这边了，管他的，给他涂上就好。我们就要乐观一点当画手。主要是这个东西，我们也不是去画稿子嘛，画稿件的时候可能，这个覆盖了之后，我们可能调色不太好调。我们的这一层把另一层覆盖了，我们调下边一层，上面的被覆盖了怎么办呢？是吧？蝴蝶结依旧是涂2个半板，然后是下边的
我们的这里，然后再给它上高光。这个的话，我们细化就可以全在一层里面做了。好，依旧是我们的一个无脑小细节哈，无脑小细节，给它把比较空的地方顺着我们的结构涂上一些相似的颜色。然后是这个袋子，我们还是用之前教的玻璃腿方法给它处理一下。好，当然我们的这个它和玻璃腿比起来还是比较的小小个哈，比较的小小个，我们给它看起来比较的合理，有一点细节就好。然后这个边边感觉也是太白了，我们给它稍微的弄一下。我们的这个白色的阴影里边其实是可以给它藏一下色的。然后这些颜色变成黄的，是因为之前我们的那个阴影它是有点偏黄的，然后我们改颜色的时候，它没有选中里边的这个。啊，可以看到这里就是一样的一个比较难搞的一个东西。哎，里面的阴影给它涂上，我们找一个颜色给它藏一下，藏个粉色吧，看一下，直接往灰，直接往灰是有点偏绿的。还是找到了一个比较粉的一个灰色，不是很好看，这种的话，我们也可以怎么弄呢？就是可以把那个笔刷不透明度调低，然后给它点一个上去，然后我们拿到的就是比较偏中性的颜色。好，可以看到吗？这的话就还好，当然也可以就是阴影藏蓝色，然后我们外面受光面给它藏那个外面的受光面啊，不是藏，给它做那个粉色三角小细节。好，这个蝴蝶结我们也给它处理一下。以及我们的画面上有蓝色，我们的高光可以给它打那个蓝色的，看起来会更闪。然后往外是一个偏灰的，阴影的里边感觉太死板，可以给它添一点小灰色。好，这种交叉的带子，我一般会把外边的这根给它涂的饱和度高一点。
这种一串的一样的颜色的，我们可以把颜色错开一下。好，帽子我们给它颜色涂上，依旧是感觉不明显的话，我们就给它稍微的勾一点点边。这纸张因为是比较的外边的，我们可以考虑涂一个太阳光的黄色，然后看一下蓝色怎么样。蓝色也可以，黄色我感觉也挺好。好，然后这本书我是给它的一个可能晒到太阳的地方，给它划了一道那个亮的有点爆的感觉。看衣服上涂那个黄的小阳光，还是我们的粉色？好，这种和我们身上不是很一样的颜色，我们一定要看看会不会画的太明显。太明显了的话，那我们身上是不是五颜六色都有了？一定要多看整体。然后这个边边我们好像也是可以稍微的透一点光起来的，因为它的下边好像是在透光嘛。尝试一下。里边的阴影还是偏黄的，改一下。好，这样的话稍微要错开一些和我们下边的东西。我们继续的往下。比较死板的阴影的话，我们就稍微的处理一下。好，然后我把裙底给换了一个颜色，因为我们的裙子的下边这里还是蛮多光的，一般裙底也不会画得特别的黑。看一下帽子要不要这样改，帽子感觉还是给它打这个细节吧。好，这样的话，它这边就是还是有一点东西。然后我们用比较浅的给它隔开的话，它看起来也不会特别的黑一块。
可以给它修一下形状，看看怎么样比较好。然后在最内部的里边看要不要换一个色相。然后我们的翅膀上应该也是有一点小阳光。说起来，大家就买公开课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有个老师他是用皮套在播诶，感觉好神奇，有一种老师可视化的感觉。以及我们的瓶子还没有画上呢，希望等一下还记得。我们处理一下目前看到的东西。这个可以用黄色，有一点颜色倾向。但我们应该弄不到那种就是搞皮套的了。那个老师是拿电脑播的耶。我们 Procreate 能投屏就已经很厉害啦。此处有掌声，啪啪啪。往好了想，往好了想，至少比赛多一个液化。好，我们处理一下这个花花。以及这个花花蓝色的话，我们其实可以给它画成勿忘我的那个颜色。勿忘我大家有看过图片嘛？就是它的中间是一个黄色的五角星，还是蛮可爱的。而且它比较的有辨识度，颜色也比较，就是它本身就有黄蓝白。好，死板印稍微藏色修一下，藏色，太深的就加灰，浅的这种白色我们一般是弄藏色，因为白色这个阴影还是挺好藏的。好，然后我们的叶子啊，也是一个最普通的办法，我们给它每个叶子画什么受光的黄绿，然后比较靠后的一个蓝绿，把它区分开就好了。啊，然后这个水的颜色我们可以给它搞一个渐变，大家看起来不会就是只有一个颜色。这边的叶子也是一样的方法。
哇，我现在感觉那种 Live 第一条龙好卷啊！我经常刷到，那种小 QQ 人就可能300一下给你做完，还挺好的。哎，我们这里是不是也可以尝试去吸一个？我最近也不是最近吧，已经约了很久了，但是最近才出稿。他当时100出头做大全套，而且画风还挺萌的。最近他又出了一个99万帧的啊，我也想要。当时好像只有按键的档位。头发我们还是稍微的处理一下下。其实这种画法我一般好像不怎么去弄头发耶。黑色的话，想一想，黑色我记得一般是往灰了走，倒是没有去再给它加那个颜色。我一般画这种黑头发就是和那个长蝴蝶结一样，慢慢的给它推成灰的。这个越到末端，越给它稍微的灰一点点。其实就是一个小渐变嘛，但是我这种画法它是不太适用直接渐变。虽然想的是，反正赶紧画完，赶紧搞完嘛。好，然后这边也是有一点太割裂了。可以看到我的选色逻辑就是先朝我边上的颜色给它找一下，找的不好看的话，如果饱和度太高，我们就往左；如果太浅，我们就往下。大概就是上下控制亮度，左右控制饱和度。如果要深浅的话，一般就是左上到右下。就我的色盘的思维逻辑大概就是这样。以及这里调了之后和上面不太一样哎，给它把外边的还是会涂一下。好，它的里边也是藏了一丢丢偏粉的。好，可以看到这个翅膀的颜色也是没有弄到，所以这个方法其实这弊端还是挺多的，这主要是之前画的，就不太做这种涂层模式的时候比较喜欢用。但我们给它改颜色的时候，就是不用画的太精致。可以看到我的这里，它的边上还有很多偏黄的阴影，我们就随便给它涂一下。外边其实还有，但是它整体看起来就是这个颜色。所以我们这个方法它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随便画一下它的这个颜色就可以更改了。
这个的话就看大家适合哪一种吧。好，这个球球。然后是脸，等一下我们去处理那个花花。花花的话，一般就是给它用我前面说的那个方法给它狂草一下，就是要么把它的花心给它上一层深色，要么就是把花瓣的外边那一圈给它上一个深色。然后这种，如果你想你的袜子比较透的话，可以吸点肤色给它的可能透的地方稍微的划拉几下。这种长条我们依旧是可以给它做一个小渐变。这个袋子哦，刚才已经做了。这种薰衣草可以在它的边缘加一点颜色，因为它现在的颜色看起来很死板，只有一块。然后我们看一下，哦，这个珠子也还没有弄。珠子的话，我一般是等下给大家看是怎么弄的。珠子我一般是找一个想要的颜色，然后给它在这里画一个圈圈，大家有看到吗？画一个 C，然后把它的外边抹出来。好，你的这个球球，就有颜色了，然后也有它的一个就像水晶球的边上的东西。当然这种方法的话，我们当时画阴影的时候其实是不用画的，可以看到现在可能还要把它擦掉，当然也可以就是画了阴影之后，我们就直接只用那个阴影了，就不去想这个高光的事情。好，这个火可以找一下参考，我也有点忘记中间是深还是浅了。好，蓝色袋子，这种4分也可以稍微的做一下下。
好，我们来看花花。好，开始。我们先吸色，然后找一个它的深色。这里可以看一下色相要不要调一下。好，首先我们选了颜色之后，感觉太淡了，就给它再深一点。好，这2种颜色我们都可以保留一下，保留在这朵花上。然后我们再去吸了之后，给这些花上颜色。这种特别浅的，我们就可以比较狂草一点，直接给它转一圈都是可以的。直接给它画一个圆，其实都不会影响什么。这种比较浅的。然后我们用刚才的这个吸到的深一点的颜色，我们可以把这个花瓣的中间大家知道有一些花瓣它会重叠，重叠了之后，它在那个光下可能会就是有一点2个都在透光嘛，然后看起来就是有一点叠上颜色叠上的感觉。哎，我们也有线性加深是吧？总之就是给它加一点这种小细节，然后也可以就是看出，它的这个花瓣这里是往下凹的，所以这就是刚才说的，其实我们的那个阴影其实也可以少打一些，或者不打。我们在下边也依旧可以用这个方法。然后其实每一种花它的就是深浅，有一些是外边深里边浅，有一些是里边深外边浅。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其实可以看一下我们的那个啥，我找的那个参考。这里我们就先不管了，这里就先不管。我们就这样看情况，是涂在中间还是它的四周。好，可以看到我们画上的这些就是有一点蓬起来了。当然，我们还是要观察一下，不要让它每一个地方都全是这些，然后不然的话，我们又变成小蚂蚁了。就是有选择性的去做。好，就这么慢慢的往边上画过来。然后吸我们刚才的深色，看哪些地方可以弄一下。也是找一点随机的地方去做。然后这个花的里边的话，可以看到我们这里分的还不是很清晰，我们可以给它做一个4分。这我们找一个颜色弄一下。以及叶子还没有弄呢。
叶子的话，我画花枝的时候，一般就是把那个受光的早起几瓣叶子给它画成黄绿色就可以了。如果感觉还是比较单调的话，就找几片靠后的，给它画深一点的蓝绿。好，这里我们主要就是把这种没什么细节的地方给它稍微的画一点点，让它这里看起来有东西就行。什么有东西呢？就是我之前说的那个，有一点像黑白格子那个理念，就是它会有那个，亮的格子和暗的格子，这样交错开的感觉。不过这个理念我当时好像没有搞得太懂，大家可以看一下其他老师的科普。我只是觉得这个黑白格子和我这种喜欢一边一边早一点的那种感觉还挺像的，但不太确定是不是就是一样的东西。OK，可以看到我们这里就有一些花在后面，有一些花在前边了。我们的这里好像还差一点点。好，现在的话，下边其实还好吧，下边我们的光本来也挺多的，就可以尝试的去画一点点。好，然后叶子，以及画花的时候，可以看到我们这些花其实颜色有一点太相似了，我们是可以找一些花深一点，一些花浅一点的。这个的话，我们其实可以就是给它填那个，可以直接给它填正片叠底，给它弄深一点。哎，这个就颜色不一样了。这种的话，一般是感觉你的画面有点颜色太多的时候可以用。如果你本身画的是那种蓝天白云，就本身就是很多颜色是岔开的，就应该是不用用这个，就给其他颜色换一下的。就这样随便找几朵给它改一下吧。刚才想起来了，我们的这个还没画。因为它的上边有阴影涂层，所以有两个颜色嘛，所以我们用正片叠底去给它画。好，这里我们可以把之前的一些不要的涂层删一下。
好，我们用一个正片叠底去画之前的一些小药膏。当然这个的话，我感觉在线稿上画可能要好弄一些，因为你现在画的话，可能还得想它的颜色。如果在线稿上画的话，它会自动给你改成我们的比较适配白色的那个颜色了。这里我就随便画一下。瓶子有一些什么样的瓶子？好，不是很显眼呢，总之有就好了吧。好，到这里的话，我们其实是已经差不多了，大家就是可以把这种细节勾勾边什么的。一般要是画到这里已经用了很多时间的话，我就不会再去勾边什么的了。好，我们再来看最上边的这个，其实我们也是可以不给它画什么东西了。一般到了这个时间的话，我们可以直接给它不上这个东西了。我们也是把这个图层调成线性加深，然后亮度拉高，可以看到我们的线稿是自动在匹配下边的颜色的。好，然后，怎么做透明呢？我一般是，好，大家可以看一下，点我们的底色，点蒙版，以及这个蒙版也会算一个图层哈。如果大家的图层已经不够了的话，得去删一点。然后这个蒙版是做什么作用的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先用个灰色给它涂上，可以看到它是变得透明了。然后我们用一个黑色啊，可以看到完全没有了。这个就是我们的从白到黑控制它的透明度，我们可以用这个去把它做成半透明的。好，可以用这个功能把下边的一些东西给透上来。然后这个我一般也是画在比较中心的位置。这种下边没有什么东西的就没有必要再去弄了。好，这里我还是给它稍微的，就细化一下，用一个正片叠底给它处理一下吧。
好，主要是因为我们的里边这里还画了那个透明的那个小区块的，我们给它填充一下，然后可以顺便给它把这些前后关系也给做一下下。好，这个叶子也是我们凿几片给它反到后边去，这样的话它就是自然的被错开的。这个方法还是花了好多时间啊，实在有一点怕翻车，还是用了自己的一个用过的老方法。稍微涂一下，然后我们也可以把这个线稿图层给它锁定，可以稍微的喷一点点颜色，因为我发现我的蝴蝶是比较蓝色的，我想给它变成就边框比较偏蓝的。好，我们可以把边上的也给稍微涂一下下，稍微扫一下，然后我们的人物改线稿颜色，这里的话我就2个分开改吧，我就2个分开改。好，全部拷贝，粘贴。啊，线稿不够了，图层不够了，删一下。好，依旧是30多的70多。可以调整一下色相，然后这个花我们也是给它一样的调整方法。好，这个花我们可以看情况要不要给它就是线稿颜色缩小一点。然后前面的这些也可以就是更改一下。可以看到还有一些闭塞没有打到的，我们可以就在这里给它找一个图层打一下。我们的身上还差一点。有没有偷偷看了铁柱老师的？他那边搞完了吗？偷听。
看隔壁群发了超级伟大的美图，是不是上完了？我这边还差一点点闭塞。铁柱老师那边我没有偷看耶，因为我就是开着的话，我可能会就脑子打结。那他应该是画完了吧？我都不敢去偷偷的加群了，偷偷加群，到时候摸鱼就被逮住了。可以的，可以的，太强了！我去，我我边打闭塞边打开小儿童偷看，以及这里打闭塞主要就是看起来颜色比较太一片的地方，比较相似的地方，可以看到我们刚才的颜色比较的相近哈，所以我们拿这个高饱和一点的，可以看到我打上之后，我们的这里变化就变多了，也更立体了。可以看到我们下边的这个裙子目前是这个状态，可以给它稍微的卡一点五颜六色的，啊，也不是五颜六色吧，总之就是可以给它卡一个高饱和，或者说深一点的。我的黄色是不是不见了？诶诶，怎么看这个白色上面是还有的呢？确实是画了的，是不是被刚才什么东西弄到了？我给它填充一下吧。哦哦，知道了，没关系，这种东西随便扫一下就有了。小路要不要处理一下呢？我们可以把每个石板的颜色错开一下下。然后翅膀也是白色的，也可以卡一下。太好了，等我上完，大家就要开始接力了。这里给它稍微勾一下吧，画都画到这里了。
翅膀可以看一下要不要藏色。头发的，不太好打这个闭色呢。以及这个头发好像因为是深色，所以我们的线稿颜色稍微是有一点不太好的。等一下，我们把这个皮肤的颜色、皮肤的线稿颜色处理好，应该就完成热了。先把这个头发调亮一点点。好，然后我们来把皮肤这个处理一下。以及我之前好像会用那种选中底色，然后去直接改的，但是因为我们的底色不会，就是因为这个底色的，它在我们的线稿上边，它会有2个颜色交汇，所以这种其实是不太好用的。诶，这个是什么东西？我记得有一个快捷键，但是我忘了。看一下，哎，快捷键好像被我删掉，一个一个找一下吧。这个可以删掉。啊，在这儿，在这儿，擦一下。好，用边上的颜色给它抹掉就好了。刚才的瓶子的颜色可以根据我们现在的这个线稿颜色调整一下。OK，那么今天就是这些啦，看起来是没有其他的什么东西了。那么都最后一节课了，大家就是有什么问题可以想想现在问啦。难忘今宵，没关系的，可能作业课是难忘今宵，因为最后一节课大家会教很多的，然后到时候我们就整夜循环难忘今宵。大家可以当我们上一期的干王。哎，这个叶子擦一点。哎呀，老师忘记了。那我们就边想那个有没有什么问题，我把这个叶子画完，我们就拜拜吧。大家可以挑战一下我们第一期的干王，他最后一节课交了4张。好，这个的话，我们就素光面画一点黄绿了。素光面画一点黄绿，给它交错一下就好了。然后感觉这个黄绿不太搭的话，我们就只把它的其中的一点，就感觉比较的受光照的那一小块给它打上就好。这次没关系的，没关系的。我悄悄跟你们说，其实我每次上就是这2期的时候，我第1节课之后，我都
我都躺在床上跟我室友说我的人体画的像韩菜，给他整笑了。只要画了就已经很厉害了。好，这里我们把就是感觉太，比如说这里这些太多的这个黄色给擦掉。我去，当时二夫他问我韩菜是什么，我说是咸菜。我去，就重庆人在这里问是吧？是的，画完就是最厉害的。看一下有没有要调整的。我一般这种画法调整的话，就是选中了这个区域，然后在每一层给它调一下颜色。一般就是往那个叫什么，往那个主色调调一下。那感觉偏紫的这个也还好，偏紫的这个看起来区分的多一点。就这样吧，就这样吧。再去想的话，可能就要多去纠结一些了。我们就这样吧。好，那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就拜拜啦。然后作业课之前有问题也可以小窗问我，然后我有空的话都会回的。啊，没空的话可能会就是迟一点回。啊，又检查出来了，老是这样，就是聊着发现，哎，这里怎么没有画？大家有没有那种，就是画稿的时候，感觉要交稿了，太好了，可以交了，然后过了一会儿一看，哎，字儿没有画。好，那就这样吧。这种小细节一般也看不到，是吧？这种小细节一般也看不到。画完就是最厉害的，大家都超厉害。经常把尾巴忘了，竖的，就那种想着等一会儿再画的，绝对会忘的。好，那我就直接导出来，我就不想了，我就不想了。好，那我们就结束直播啦，大家辛苦了。一开始这里要画的，上交后忘了。是的，是的。我一般要上传的时候，我是平板上面，平板和手机它不能同时登笔画室嘛，然后我传到手机上面，我手机一点开，怎么这儿缺一点，那儿缺一点呢？然后又去改，再传到手机又缺了又改。这其实上传给单组的已经是检查了很多遍的，但是还会有漏的，没有办法，这就是小画手的机性。只能麻烦单组帮我一起看看了，所以我都觉得好麻烦单组啊，单组也挺辛苦的。那我们就结束直播啦，有问题可以找我，拜拜拜拜。好，祝大家画技进步，发大财，拜拜。